大飞身受重伤，小飞暂时接管大局。至于是谁派来的刺客，他怀疑是爸爸的手下大胖，于是他把大胖约在餐厅，几句话下来，就发现大胖很有作案动机。小飞二话不说就开枪。其中一个手下知道自己快要死了，赶紧吃2口再死，死也要做个饱死鬼。这他喵的就是个小机灵鬼啊！从此，小飞彻底稳固了在帮派中的地位。赌王邀请他合伙开一家赌场，由他来管理。小飞很擅长做生意，没多久就让赌场赚得盆满钵满。但聪明一世，糊涂一时啊！为了多分点股份，他把大哥叫来帮忙。可没想到啊，大哥的出现让赌场差点破产，因为赌场最近总是出老千，所以小飞让哥哥仔细观察，发现谁是老千就用电棍电他。可大哥从小脑子就不太灵光，他可发现不了谁是老千。但他自有办法，就是把所有人都电晕，管他谁是老千，这样不就没有老千了吗？连服务员都不放过，真是个小机灵鬼。可顾客都被电晕，就没人消费了呀。而且这番操作让赌场声名狼藉，顾客越来越少，收益那是大幅下降啊。但小飞可是个商业奇才啊，为了节约成本，他先是把泳池的水抽干，再把水掺到酒瓶里卖，然后把剩菜装到一个盘子里，用手这么一按。您好，请慢用。不到2个月，赌场的收入直接翻了5倍。爸爸看小儿子这么给力，直接宣布退位，让小飞全面接管帮派。大傻身为大哥，权力竟然被弟弟抢走，他心里极度不平衡，所以他准备把弟弟干掉，趁机夺权。他在小飞的车里安装炸弹，毫不知情的小飞一点火，直接被炸弹炸飞。他没想到自己在临死前竟然完成了他多年的灌篮梦。与此同时，大飞正在家里逗孙子，可调皮的孙子掏出农药来玩，大飞就这样被毒死了，身中80枪都没死，最终竟然死在了农药之下。这王者农药的毒性是真的大呀！爸爸和弟弟都死了，大权自然由大傻掌控，帮派的人都对他言听计从，根本没有人去追究大飞和小飞的死。而在大飞的葬礼上，一个浑身烧伤的人被推了出来，正是小飞。原来他没有被炸死，但变得非常丑陋，在场的人都被他恶心吐了，连马都吐了。小飞其实就是来恶心他们的。经历过生死，他浴火重生，下定决心要抢回爸爸打下的江山。而这时，小飞的前女友当选了总统，为了抱上这个大腿，小飞找了一个顶级整容师，把烧伤的脸重新复原，然后带着一个不知道去哪儿找的小屁孩找到前女友，亲爱的，这是我们的孩子，不隐姓埋名抚养多年才把他养大。我的天，我只听说过妈妈带孩子认爸爸的，没见过爸爸带孩子认妈妈的。更扯的是，这妈妈都不知道自己生过孩子，但她竟然相信了这就是自己的孩子。2个人马上奉子成婚。随后的几年，小飞利用总统的权力铲除了所有反对他的人，最后还有一个人没铲除，那就是哥哥。经过调查，小飞得知哥哥并不是真的傻，而是从小到大都在装傻，从在赌场捣乱，再到父亲的死，还有自己也差点被炸死，这都是哥哥协同外人搞的鬼。小飞本来可以把哥哥干掉，但毕竟是亲兄弟，他只是把哥哥驱逐出境，永世不得回归。从此，小飞黑白通吃，成为了一代教父。这是一部无厘头搞笑的电影，其中恶搞了好几部经典电影，你知道是哪几部吗？我是猛虎，下期见。